大家好，我是贵叔，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害怕的小伙伴弹幕里扣个1，不害怕的扣一下眼珠子。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切记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呼噜。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90年代，地点在天津。我叫阿泽，大概从刚上幼儿园大班的时候，由于父母的工作调动原因，一家人搬到了这个小砖楼里，这一住就是10年，直到我初3毕业才搬离这里。在此期间，我在这栋楼里经历了许许多多奇奇怪怪的诡异经历。我们搬进去的时候，这楼才刚盖好1-2年。因为父母工作忙，等我稍微长大一些，也就是开始上小学了以后，家里常常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我家房子不大，套内50-60平，2室1厅，很规整的3间房，2个卧室加1个客厅，并列一字排开。那时候作业虽然不多，放学也早，但我习惯是放学以后就和小伙伴们一块玩，直到天黑才回家，吃过晚饭再去写作业。2年级的某一天，晚饭以后，大概也就是7、8点钟的样子，家里又只剩下我一个人。我在自己的卧室里，坐在写字台前，安静地做作业，全屋只点着一盏昏黄的老式台灯。写字台正对着卧室的门，一张双人床斜对着写字台。突然的，我听到身后传来了很大很响的呼噜声，是成年男子打鼾的那种声音。我下意识地转过身去看，房间里没有人，而这呼噜声并没有因为我转过身去就停止下来。于是我放下了手中的笔，虽然没有起身，但却用眼睛认真地打量起了整个屋子，并且更加认真仔细地去听着声音。最后我确定，那声音就是来自于那张双人床上。那时应该是秋冬季，我记得很清楚，床上放的是厚被子，是父母出门前给我才铺好的，说回来晚的话就让我自己先去睡。而这呼噜声到底是什么发出来的呢？我好奇地走到了床前，不知当时想的什么，我用手却开始拍着铺好的被子，从头拍到了尾。神奇的是，明显可以感觉到那声音变得很低沉，节奏也变得缓慢，只不过它仍旧没有消失。是邻居家传来的吗？我的内心还在思索，试图确定声音的来源，便离开了床铺，去查看家里的门窗，全部都完好的关闭着。需要说的是，我家的隔音效果其实还是蛮好的，所以这个答案应该也可以否定了。房子里除我之外别无他人，呼噜声却不绝于耳。我没办法，只好回去继续的写作业。很快作业写完，父母也回来，而这呼噜声也消失了。我把晚上在屋子里听到呼噜声的事儿告诉了父母，并询问原因。就像大多数父母那样，他们随便的给了一个外面刮风的理由，一定是我听错了，就把我打发了。当晚也就这么过去了。然而这个解释很快就被我否定了，因为那天外面根本就不刮风。自从那以后，我独自一人在家时，就常常能听到那打呼噜的声音，基本上1年4季都会出现，只不过冬天多一些，夏天少一些。最初是在天黑以后才能听到，后来在不太晴朗的白天也能听到。说来也怪，他们就只会出现在卧室，而且听着都像是在床上发出来的。反正直到我们搬家走，那声音都时不时的还会出现。我找过很多原因，但始终无法解释这怪异的呼噜声。查不出的旧门。在继听到那没来由的呼噜声以后，大约过去了2年，也就是我小学4年级的时候，这楼里又多了一种不算罕见却又无法解释的声音，开门声。
也记不得是不是第一次啊。反正当我注意到这门响的时候是在夜里，这旧门的响明显不是在我家，想到是其他人家，自然也不会害怕，只是在偶尔起夜的时候或在半梦半醒之间听到，心里不禁感叹，这么晚了还有人没睡觉吗？说来其他动物我不知道，但作为人，大家往往就是从未注意到的，或许真的可以一直视而不见，然而一旦它引起过你的注意，你就很难再忽略它的存在。这旧门的异响就是了。从我听到它以后，我就常常能够再听到。当时不同今日，可以入户查水表，小砖楼不分单元，36户人家，整栋居民楼的水费按月收取，但水费公司呢，只是来查楼的总表，然后找楼长收一个总共的水费钱，并不是每家上门收取。于是那会儿有一个不成文的约定，就是每家每月呢轮值收全楼的水费，收好了交给楼长，而这个工作就是入户抄表。我呢，也就是借着这个机会和爸爸一起到这楼里的其余人家来找那个异响之门的来源。不同于现在的电梯洋房、高层住宅，那会儿的邻里之间住一栋楼的基本上相互都熟识，所以在爸爸抄表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在每户邻居家闲聊，您家有旧门吗？您家是不是有门的折也该换了？到后来您也能听到这旧门响，您也向周围的邻居打听过。也就3到5天的时间，那月的水费就收齐了。我一户不落的都登门了，尤其是在听说不止我一个人能听到这旧门响，我的内心就更加好奇。邻居们呢，有的为了自证清白，有的也和我一样好奇。在不少人家，他们还带着我一一开关了自家的每扇门，这其中还真的就没有一扇能发出那样的响。诡异的是，全楼36户人家，即便我家的位置呢有些居中，但也不应该两端都有人能听到这门发出的响动。那门到底是谁家的？我到搬家离开也并不知道，只能说它发出的是类似旧门的响动。在互联网如此发达的今天，很多人都知道高楼大厦里偶尔能听到弹珠掉落的声音。专家说呢，是霉菌的活动，而非真的弹珠声或钢混结构热胀冷缩导致。这让我想起了那小砖楼里的旧门异响声，又该如何解释呢？是否真的在常人看不见的地方，有一扇门不时地开启呢？好了，本期结束，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欢迎投稿给鬼叔。下期不见不散。